我們這一支影片會介紹2個外掛，第一個叫做 Bartender， 第二個叫做 Customizable Sidebar， 主要都是能夠讓我們來控制側邊欄跟狀態欄的一些設定，同時 Bartender 也能夠讓我們來控制檔案瀏覽器的排序跟過濾的功能。那以下我們就來詳細的說明一下這2個外掛。因為 Bartender 等一下會使用到側邊欄，那因此我們先來使用 Customizable Sidebar 來增加一些新的側邊欄的一些圖示。首先我們先進入設定，它的安裝Customizable Sidebar 呢已經可以在第三方外掛裡面找到了，因此就透過第三方外掛就可以直接把 Customizable Sidebar 給安装起來。現在我們先進入 Customizable Sidebar 的設定。在設定裡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這個下面會把一些預設的顯示的圖示呢列成是不是要隱藏起來。假如說你某一個圖示不想要顯示在側邊欄的話，你就把這個選項給勾選起來就可以了。假設我們這個查看關聯圖這一個圖示不想出現在側邊欄，我們就只要把這個勾選給啟用起來。然後我們再回到側邊欄的話，你就可以看到顯示關聯圖的這個圖示就消失了。那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設定的功能。更方便的功能是它可以讓我們自己新增我們需要顯示在側邊欄的一個圖示。我們只要點擊這個 Add Command， 找到你要使用的命令以後，就可以把它加到側邊欄。假設我們這邊有一個複製檔案路徑這一個功能，我們想要讓它顯示在側邊欄，因此我們就點擊它，它就會顯示在側邊欄。那假如說我們使用的某一個命令比如說假設這個 Obsidian Title Index 這個命令如果沒有系統它自己使用的图示的話，它第二個會彈出一個讓我們選擇圖示的這個視窗。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選擇一個圖示給這一個命令。假設我這一個圖示呢，我選擇用這個打勾這個符號給它，然後我們關閉一下。這個打勾這個符號呢，就是我們剛剛自己加進來的命令。那因此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呢，自己加很多我們自己需要的命令進來。那我先隨便選幾個功能來用。這個是 PDF， 因為我們要使用這個 Bartender 的功能了，所以我們就是多設置幾個命令。我們在最後一個好了哈。那我們現在已經設定好了這麼多個自定的圖示了。那接着我們就來看一下 Bartender 要怎麼來控制這一些圖示。macOS 有一個很老牌的軟體就叫做 Bartender。那它這個是 Bartender 的系統官方的使用的 logo。那它主要是用來設定 macOS 功能表上面的一些系統用的圖示，讓它不會變成太擁擠，因此它可以讓這個圖示來選擇顯示或者是隱藏起來。這個外掛Bartender 呢，它的名稱應該就是來自於 macOS 的這個 Bartender 這一個軟體。透過了 Bartender 呢，我們一樣可以來控制這個側邊欄的這個圖示到底它顯示的狀態是怎麼樣。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Bartender 要怎麼安裝。Bartender 呢目前沒有在第三方外掛裡面上架，因此我們沒有辦法搜尋到它，因此我們必須到它的網站，也就是 Obsidian-Bartender 在 GitHub 裡面呢找到它最新的這個版本 0.5.2， 然後把 main.js 跟 manifest.json 還有 styles.css 這3個檔下載下來，然後存放到你的儲存庫的.obsidian 下面的 plugins 這個資料夾裡面，自己建立一個 Obsidian-Bartender， 然後把剛剛下載下來的3個檔案呢放到這個 Obsidian-Bartender 這個資料夾裡面，然後放進來以後再重新啟動一次 Obsidian，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 Bartender 了。那有了 Bartender 以後呢，你記得要再去把它給啟用起来，然後我們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選項有哪一些。它其實只有這幾個簡單的選項啦，那我們一開始都可以不用去做設定，那我們只要確定有把它儲存到 plugins 裡面就可以。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Bartender 到底有哪一些功能。Bartender 安裝並且啟用以後，我們就可以在側邊欄看到它最下面會有一個倒 V 的符號，狀態欄呢也會有一個小於的這個符號。我們如果把游標移到它這個倒 V 跟小於這個符號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圖示會變成是一隻手的一個樣子。那它意思是可以讓我們來拖動它的定位的位置，只要小於這個定位的位置呢，你如果點擊以後呢，它就會有顯示跟隱藏的2種切換的一個效果。好，我們就來試一下怎麼透過 Bartender 來控制側邊欄的圖示顯示的一個狀況。我們現在只要把它變成是 V 的符號以後，因為它這個可以點擊，
就是你點擊一下呢，它就會是倒 V， 再點擊一下就是 V。那我們在 V 的這個符號的狀態下，變成了一只手的圖示的形狀以後呢，就點擊着，然後移動到你特定的位置以後呢，再把它給放開，那它就會在這邊呢，等於是它就是定錨定在這個地方。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如果按下它，再點擊它一下，它後面的所有圖示呢就藏起來了。那你如果要再重新把它顯示出來呢，就是再點擊它一下，它又會重新出現。因此如果你螢幕的解析度是比較小的，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控制。那這個好用的地方应該是在我們 mobile 的環境裡面，就是在你的手機上面，因為我們的手機的螢幕尺寸是比较小的，側邊欄的圖示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來做比较好這個控制。那因此在我們的桌面的版本可能是不需要這個功能，但是在桌面上呢，這個功能應該就會很方便。這個狀態欄呢，它也是一樣的概念，就是說你也一樣可以控制這一個它的位置，比如說我們把它拖到这個後面这個位置来，好，放開。那因此我們點擊它一下以後呢，我們的這個 file path 呢，它就會消失。到時候狀態欄呢，就可以不會看到那麼多的資訊。那我們如果再點擊一次呢，它才會呈現出來。所以這個是 Bartender 在側邊欄跟狀態欄它的控制的一個方法。我們只要用拖拉的方法就可以控制它要顯示的位置了。我覺得 Bartender 最大的加強是它強化了我們檔案瀏覽器的功能。比如說我們在我們的左邊這邊點擊了檔案瀏覽器以後，你會看到它會多出一個這個查詢的這個按鈕。那它這個其實呢，我們如果點擊一下，好，我們點擊它以後，我們可以在這邊輸入我們的過濾的字串，它就會馬上直接做檔名的一個過濾。比如說我要找跟 from template 相關的所有的檔案，只要輸入特定的字串 from 減號，所有整個儲存庫裡面符合的檔名呢就會顯示出來。過濾的方法我們如果以前是必須在這一個搜尋這裡面呢，要輸入 file 冒號關鍵字，然後後面再輸入字串才有辦法搜尋檔名。因為如果我們沒有加這個 file 冒號的話，它會連檔案的內容呢一起搜尋，那這樣子出來的資料呢可能就太多。如果我們的搜尋是很確定，就是只是要找檔名符合的某個特定的字串的話，透過這個檔案瀏覽器的這個 Bartender 的擴充過濾的功能 Filter Items 這個功能，就可以直接把我們需要的內容給整個過濾出來了。然後同時它這個字串呢也有一些前綴的字元可以再做進一步的過濾。比如說我如果是需要單引號啦、等於啦這樣子的一些特定的字串可以讓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搜尋。那我们沒有輸入任何的前綴的字元的時候，它就是所謂的一個模糊的搜尋。只要你的檔案裡面有這幾個字元 F R O M 跟減號，有這幾個字元不管它的出現的先後順序呢，它都全部會符合，資料就會產生出來。那如果說你加上了等號呢，就是表示說你一定要全部相等，就它的順序一定是要照你輸入的字串才會出現。那這邊我們有把這個給列出來。我們首先像這個不加任何前綴的呢，它就是所謂的罰息查詢，有加等號的就要完整的符合。那部分字串的話呢，就是要加一個單引號，比如說我們這邊加一個單引號，好，那它就會出現更多別的符合的檔名。這個看不到，這個它其實是用這個啦我改一下把它加個 backslash， 那它就出現了。這個是可以使用正規運算式的倒 V 符號，表示是什麼檔案開頭，然後也可以用$是結尾的意思。透過這個過濾呢，我們可以做這些動作。然後它其實也可以做多個查詢的條件空白就是 and。那如果你要用或的話，比如說我如果要找 from， 然後或者我要找 idea， 這兩個就是兩個條件或的時候呢，它就會出現。那因此你有多重條件的時候，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做。最後要介紹的是 Bartender 的自定排序功能。那這個是大家期待很久的一個功能了，主要就是讓我們可以在檔案瀏覽器裡面根據自己的需求來排序自己想要排序的資料夾或者是檔名，不必按照它現有的這一些順序來做排列。那首先我們第一個要做的設定是要把這個排序的方法從系統預設的這幾個方法呢換成這個 custom， 也就是自定。所以我們要選擇這個自定的排序，我們點擊它，出現這個自定排序以後，
我們接着呢，就是再來點擊這一個drag to rearrange 這個按鈕。我們如果排序這裡選擇了 custom 呢，右邊自己就會多出一個排序用的特別的一個按鈕。請大家注意你如果要制定排序你一定要確定你有點擊了它它要變成是有一個類似有背景顏色的這個狀態，這個時候我們再去拖拉才會很正常的去變成是排序的功能，而不是移動位置的功能。我們現在要排序，假設我要把這個 300-R 這個資料夾往上移動，好，那你要注意它會有資料夾交換的這個動作才表示是你目前是在排序的狀態假設我想要把这個它放到010跟011的中間，好，那我們放到位置以後呢，就把它放開，這樣子呢，它就完成了這個排序的這個功能了。那如果你不小心操作的時候，這個沒有點擊到它會變成是搬移的功能會變成是搬移至某個特定資料夾的位置去那到时候這個資料夾的位置就會移動到某一個資料夾的下面，那你就必須手動再從檔案總管裡面再把它給搬回來。所以要特別注意，你要排序的時候，你一定要確認這一邊這一個圖示是有被點擊下去，然後你在拖動它的時候呢，是需要有資料夾交換的樣子才是正確的排序的功能。那透過這個功能呢，我們就可以自己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自己排序資料夾或者是檔案。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兩個外掛Bartender 跟 Customizable Sidebar， 希望對大家平常在操作 Obsidian 的時候呢，能夠帶來更大的方便的地方。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